未来10年啊，中国将会发生5大变化，而且每一个变化呢，都会带来一场巨大的财富洗牌。大家呢一定要看清趋势，才有可能呢将损失降到最低，甚至呢有可能打赢一场翻身仗啊。那么究竟是哪5大变化呢？那第一就是经济重心的一个南移啊，南北的差距呢将会越来越大。1978年以前啊，北方凭借着钢铁、煤炭、石油等资源的一个优势，大力发展重工业，在中国经济的比重啊一度是接近了到50%。但随后呢，北方的重工业基地也难逃美国的一个铁锈带衰落的一个命运，南北差距呢是快速的拉大。到了2020年啊，南方的经济比重呢已经上升到65%。那第二就是人口大盘的一个见底，负增长呢成为一个常态。2022年呢，我国的出生人口是956万，死亡的人口是1041万，人口是净减少了85万。咱们呢正式进入到了一个人口负增长的时代。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趋势呢，那是不可避免的。而且呢，根据联合国的一个预测，2023年4月呢，印度呢已经超越中国，成为了全球第一人口大国。那第三就是楼市的大分化啊，不要再幻想着房价的一个普涨了。过去20多年呀，中国房价上涨的一个底层逻辑是什么？3个字就是城镇化。而现在呢，全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5%，加上全国的房屋的一个保有量已经有6亿多啊，全国房价呢普涨已经不可能了。那第四就是中小城市难逃鹤岗化的一个宿命啊。鹤岗的房价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白菜价？因为资源枯竭，人口外流，是收缩型城市的一个典型代表。全国呢是有2800多个区县啊，有1506个人口在流失，全国600多个城市呢有近一半人口在收缩。在人口大趋势之下啊，未来呢甚至有一部分小县城会被合并撤销。那第5就是逆全球化将会冲击沿海城市啊。苹果的产业链呢正在加速的转移，根据机构预测呢，未来印度制造苹果的产品份额会达到整体出货量的40%到45%。与此同时呢，中国已经从老美的第1大贸易合作伙伴下降到第4大贸易合作伙伴啊，就是传统的以往依靠外向型经济支撑的沿海城市呢会受到一个冲击。以上呢这5个变化，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，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。